我是医生，我不吃生鱼、生肉、生菜。胡乃文开讲喽！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吃生肉、生鱼、生菜对身体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会造成身体哪些问题？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说清楚，讲明白它。生鱼片、生鸡蛋、生牛肉、生蚝、生海鲜等等啊，到底好还不好啊？有的人说吃原汁原味很好，可是呢，它对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吃温泉蛋呐，吃溏心蛋呐，这些好不好呢？都是一样啊，都得要跟你说一说。其实所有的生的东西能不吃最好不吃。来，我们来谈一谈生的鱼类，像是淡水鱼跟海水鱼来说的话，海水鱼是比较起来放心一点的，可是淡水鱼呢是绝对的要小心。第一，我还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这个微生物学跟这个叫做无脊椎动物学里头读到过一些寄生虫，其中最重要的淡水鱼、淡水的这些鱼类或者说是生蚝类它们呢里头含有一种叫做肝吸虫。这肝吸虫我当时在显微镜底下看到就觉得好可怕它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个一个像这个肉干一样它寄生在人的胆囊啦、胆管里头啦，结果在胆囊或胆管里头，让这个胆管会阻塞了，或者胆囊分泌的，就是胆囊这里的这个胆汁呢，要分泌出去不方便了，结果会造成，例如说黄疸等等的，以及呢，它也寄生在肝里头，就造成了肝肿大啦、淋巴肿大呀，还有就是甚至于大便都会觉到是白色的出现了。你想想看，这多么的可怕！除了这以外，淡水鱼还要冒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很可能养殖的这个农夫或者是养殖的这个渔夫他在里头加一点东西，让这个鱼类比较好吃。那么他要是放了一点点激素，也就是说我们俗称叫做荷尔蒙的东西这激素呢，尤其是最大宗的是放的女性荷尔蒙。那这样子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一种激素的分泌不正常。我曾经在新闻里头看到过，有小孩子大约6岁到8岁的时间，发现女孩子来了月经了，甚至于有一些男孩子这个乳房也发育成为像女孩子一样的这种乳房了。那是为什么呢？他说女性荷尔蒙可以使得鱼的油产生的多一点，所以那个鱼脂肪多，那个鱼就好吃。还有就是生的牛肉、猪肉这些东西也是一样，尽量不要吃。假如说你把它给煮过，或者是煎、炒、炸过，那么它的颜色就变了，是不是？你知道这个变就是等于把那个肉鱼它的那个蛋白质经过煮、炒、煎、炸等等，它已经变性了的话，这个东西吃到人身体里头来，才可以变成我们真正的蛋白质营养那些寄生虫的卵呢，也因为这个热而蛋白质变性，于是死了。我常常看到新闻里头讲，日本人呢很喜欢吃生的牛肉、猪肉，但实际上这些东西要冒的一个危险，就是里头很可能有一种叫做绦虫的。而牛肉里头有的绦虫是无钩绦虫，猪肉里头的是有钩绦虫。这个绦虫呢，它常常把它的头有钩子或没钩子，它卡在那个
肠子的最上端，然后整个绦虫一条长长的，搞不好有个几十公分，甚至于有的时候最长的说是曾经看到过有将近1公尺长的这样子的绦虫，那么整个的肠子就被堵塞了，那么你的消化跟吸收能力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自己听听就知道了。那么假如说常常吃这些生肉、生鱼等等，在修炼界里头也认为那个细胞是活的，吃下去了很多的灵体，那就发生将来的一些问题，这些也许在修炼界可以给你一些答案哦。好了，动物不要吃生的，那么菜类呢，能不能吃生的呢？好，现在我们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很多人都认为它有好处。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例如对肝很好啦，可以排毒啊，可以帮助眼睛啦，可以抗病毒啦，可以降低这个血压啦，还有抗癌啊，甚至于减肥。是不是真的如此？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就是特别的数据告诉我们啊，它能不能够减肥，能不能什么，我们并不太清楚。我们第一个面临到的可能也是寄生虫。我相信很多人小的时候都发生过什么。什么蛔虫啊、挠虫啊等等这些东西，很可能都是从生菜来的。不过你说现在的人怎么会可能吃到含寄生虫的生菜呢？不是，这个韩国人他们吃的生菜，例如说生的泡菜哦，他们每1年或多久的时间，他们就一定要吃一次杀虫剂。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还是怕那个寄生虫。那么这种蛔虫呢，很可能会要吐出来，或者是拉出来。有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一个小孩子啊，他就常常去抠一抠。为什么？因为肛门那个地方有一些寄生虫要到肛门这个地方来产卵，尤其像挠虫之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屁股就会痒，因此他就会在那里抓。抓了以后呢，小孩子你也知道，他这个手啊抓完了以后，他往嘴巴里面塞，于是自体的又在感染回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很可能发生很多的问题。再来还有一个事情，我在读大学1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啊，他就跟我说高丽菜不能吃。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的伙食啊，就是这个餐厅里头呢，大概是高丽菜最便宜，所以呢，经常的吃高丽菜。我这个同学已经很火大了，所以呢才会跟我讲，高丽菜不能吃。我说为什么不能吃？他说他的哥哥学医的，他哥哥呢告诉他们说，吃高丽菜甲状腺会肿。等到读研究所的时候啊，我在教科书里头，就是在内分泌学的教科书里头读到了，人吃生菜很可能造成甲状腺肿。甲状腺肿，我们在我们就叫做大脖子。那甲状腺为什么会肿呢？那个时候书里头他说是生菜里头含有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 goitrogen， 也就是大脖子生成素吧，大概就这样子。那么这个东西呢，到现在也还没有分析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化学结构的东西。我自己在大约25、6年前也得到过甲状腺肿，但是呢，我因为是当医生的，我有这个警觉。我一看到甲状腺肿了，又看到了甲状腺肿的时候的症状。甲状腺肿的症状，第一，心脏会心悸；第二，讲话会快；第三，所有的这个代谢发生了问题了；再来，手会发抖了。我发现到这一些现象，于是呢，赶紧开点中药，吃完了以后，那么这个甲状腺立刻就好了。可是大部分的病人他没有这方面的尝试，他怎么样呢？甲状腺肿已经肿了半年了、1年了，他才发现到，甲状腺肿了。那这个时候才来找医生，我告诉你，已经是慢了太多，几乎很难治了。有的时候要花个半年、1年、2年、3年，都不一定完全治好。那么，假如说你真的吃了生菜、生肉，有了寄生虫，请问你该怎么办呢？好，吃了生菜、生肉，有了寄生虫，你知道吗？中医有一个药方子叫做乌梅丸，乌梅丸里头呢，就是有乌梅啊，有黄连啦，有干姜啦等等，又苦又酸又辣等等这些状况。那么，假如说你现在吃的
这个生菜生肉得了寄生虫，那么我们现在先建议你到中药房去买一点乌梅。然后呢，把那个煮了汤先喝下去再说。假如说能够打出来虫子，那当然最好，不能赶紧找医生把这个问题解决才行啊。那么不能吃生的。那么我要问，假如说把生菜或者生的水果等等，你把这个打成果汁来吃，好还不好？很多人都认为很好，为什么？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在提倡说要吃多一点水果吗？一天5蔬果，5种不同的颜色的水果，不同颜色的蔬菜。可是呢，我在想啊，假如说你用牙齿咬的时候，你的牙齿会酸，你的肌肉也会酸，这个时候你就会停下来了。可是当你打成果汁的话，很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吃得太多。本来你一天吃1颗苹果到2颗苹果，你就不能再吃更多了。可是呢，你要是打成果汁，很可能一次就吃得太多，造成了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有的人呢，甚至像小孩子啊，太小了，他说咬不动了，就把那个剪成很碎的，或者打成果汁这样子来使小孩子吃。这样小孩子永远没有训练到他的这个牙齿这附近的肌肉的话，那么将来他的牙齿也会不那么好用。还有就是吃金的汤到底好还不好呢？其实我倒是要想告诉大家说，你的营养不一定是别人的营养，也许是他的毒药。所以呢，我曾经见到过有这样子的病人，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喝1碗金栗汤或喝1碗这个所谓的生果菜汁，结果呢，造成了后来肾脏衰竭，以至于后来要洗肾。那么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好了，现在呢，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认为生食绝对的是不错，但是呢，我现在还是告诉大家，生食要冒的危险包括了寄生虫，包括了甲状腺肿，包括了很多的问题，甚至于肾衰竭。那么在不知道的情况，反而害了自己。所以我建议尽量不吃生食。今天的内容说到这个地方，假如喜欢我的节目，记得按订阅，并且加小铃铛哦。谢谢，拜拜。